凉风用心，却无边。你顶新的前女友再次出现啦！今天我们要讲的，估计是很多人的童年吧。法国的动画喜剧电影《疯狂约会美丽都》，说它是讽刺喜剧也不尽然，或许温情才是它的主调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美丽都有3个姐妹，简称美丽都3姐妹。她们最爱唱的歌就是小茶和奶奶超级喜欢这个 part， 然而外面风太大了，电视很快就没信号了。奶奶就问小茶，节目表演完了吗？大概是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吧。小茶每次被问话都假装没听见一样，奶奶总是安慰自己，莫生气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没人替。是的，整个家里就祖孙2人相依为命。奶奶注意到小茶紧盯着电视里的钢琴，还误以为乖孙儿喜欢他，于是就翩然按下了琴键，准备亲自表演一首。而他的蜻蜓演出换来的只是小茶的沉默以对，整日郁郁寡欢也不是办法呀。奶奶没啥好主意，就给孙子找了个小伙伴，奶狗小黄豆。即便如此，小茶也只不过是开心了一瞬，接下来的日子还是沉默寡言的样子。奶奶就再接再厉，又搞了套小火车，呜呜的响个不停。她偷偷观察着，但求这个方法奏效。可惜不仅小茶无感，就连小黄豆都讨厌火车了，谁要他老压自己的尾巴呢？从那天起，只要看见火车，小黄豆都要呜呜个没完。又是一天清晨，奶奶从小茶的床下找到了本剪贴册子，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自行车资讯。难道这才是打开孙子内心的关键？当晚下学回家的小茶就喜获儿童自行车一辆，毕竟3角形最具稳定性，生活也就此刻开始变得不再安静沉寂。老人织毛衣，小孩把车骑，狗子跑着皮，日子渐渐移。就这样冬来暑往，小黄豆变成了大黄粒儿。他看见火车还是会吠叫，肥肉沉甸甸，目测全是油。为什么外面狂风暴雨，家里却只有一条狗呢？原来呀，奶奶发现了小茶的天赋，决定将他培养成才，做一名职业自行车手。于是祖孙2人每天风雨兼程，时刻苦练。小茶在前面骑车子，奶奶在后面吹哨子，自成一套训练体系。长时间的骑行让小茶疲乏的不行，奶奶对此有好法，先靠吸尘器松腿肌，再以打蛋器按摩指，用除草仪帮助全身，斜刷揉搓背部肌腱，是要扫平一切团块，达到身心舒爽，心情佳。奶奶的细致入微体现在每时每刻。小茶吃晚饭，他就修车轴，务必要平衡一致。别看奶奶这么牛，身体却有些微残疾，不过只要日子好，长短腿也不怕了。别看小茶长得大，他在奶奶的心中依旧是那个小宝宝。转眼间，检验苦练成果的时刻到了，国家举行了环法骑行，小茶也报名参赛了。奶奶同样不甘示弱，加入了比赛的随行医疗团，关注实时动态，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孙子支持。小茶放肆飞，奶奶永相随。不过世事难料，有伙黑手党悄悄出现，并且还插手了比赛。他们先用图钉弄坏了医疗车，再冒名顶替自己上，骗走了3名骑手，小茶就是其中之一。奶奶修好车，路上却察觉不妙。首先孙子的车被扔在了路上，其次终点不见人影，直到他发现黑手党的医疗车还有里面的帽子，才确定孙子是被绑了。小黄豆起了作用，还靠嗅觉找到了轮船，那轮船畸形的样子像极了清朝的花盆鞋。奶奶和小黄豆跟不上，只能另谋他境，租个脚踏船不断的追寻。小船在巨浪中穿梭，在鲸鱼上跳舞，终于来到了万恶之源美丽都。你看这个快餐女神多圆。奶奶爬上了码头，亲孙近在眼前。小黄豆想靠气味跟上，可是大城市的汽车尾气严重的干扰了他。奶奶人生地不熟，很快迷了路。画面一转，小茶被关在了密室里，黑手党用骑手们当做赌博工具，他们输的是酒，挤出来的是体力。而钱包空空的奶奶连基础的饱腹都做不到，垂头丧气的一人一狗，晚上只能流落街头，靠打击乐消磨时间。这节奏也来了3个婆婆，她们赫然是美丽都3姐妹。4个老人一拍即合，奶奶因此有了住处。3姐妹没上养老保险，只能靠实力吃饭。一个婆婆来到河边，支上小伞，扔手榴弹，蛙声一片变成了轰声一阵，满网的青蛙将是大家的晚餐。奇特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就能还原食物最本真的味道。奶奶捏着拳头坚硬的咀嚼，没想到还有饭后甜点奶油小蝌蚪。谢谢这些老人的肚子帮小蝌蚪找到了妈妈。奶奶本想帮忙冷藏，谁知道比起食物，冰箱却更珍贵。奶奶又想清清尘，哪想吸尘器才是宝藏。你们是不是以为3姐妹的电器都是束之高阁的虚妄？ No No No， 其实这是谋生工具。他们的表演日常就是搓报纸、弹冰箱、抚吸尘器。奶奶也加入当车轴鼓手。黑手党就在台下，还是小黄豆发现了他，偷偷的扯下了手上的手帕。
奶奶在报纸上了解，经常有自行车手被抛尸荒野，于是就展开了调查。她偷走了赌博设计者的东西，从中找出了设计者的证件以及赌博机器图纸。眼看着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奶奶决定剑走偏锋。小茶还啥都不知道呢，他正在赌场里拼命的骑，等着客人们下注，赌谁才是第一。和他比赛的人因为疲劳过度掉下了车子，当人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外面的奶奶也混了进来，然后又激晕了设计师，来了招狸猫换太子。奶奶看着卖力的孙子，强忍着思念的情绪，钻到机器下面做手脚，螺丝被拧松了，逐渐脱离了轨道。看台上的人们纷纷掏出了手枪，准备干掉这些老太太。奶奶赶紧关掉了电闸，送孙子逃跑。美丽三人组也用炸青蛙的手榴弹轰向了黑手党，大家坐上机器走上了逃亡之路。不论后面的黑手党如何射击，他们都能不断的miss，还能兼顾手动转弯。黑手党们就像群憨批一样，一辆接着一辆阵亡了。走在最后的老大也因为奶奶的后鞋底摔进了轮船的烟囱里，老人组最终走向了胜利。直到好多年以后，小茶坐在电视机前，还能想起奶奶的谆谆细语。Tu veux pas dire à mémé? C'est fini, mémé. 奶奶的一生结束了，小茶也用自己的一生将她永远铭记在心里。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。看了这个故事，观众老爷们有没有感到温暖入心头呢？而其中参与的暗讽，你们有察觉到了吗？很多人都认为《疯狂约会美丽都》是在用光怪陆离的世界、愚蠢呆板的黑手党、私人武器的泛滥，暗搓搓的讽刺美国，讽刺这里的工业化、腐蚀人心的快餐文化，还有可以击毁一切的空虚。导演的确有这方面的用意，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故事表面更有意义？满心慈爱的奶奶为了找回孙子，可以靠双腿穿越海洋，可以靠亲情打败坏人。一开始自闭的小茶，也在他的耐心开导和温柔引导之下，为梦想拼搏。即使被绑架，也能坚强地熬过苦难，与奶奶再次重逢。温情脉脉远比暗黑隐喻更加治愈人心。哪个小朋友的童年没有一个肩膀呢？它也许不够宽广，也许不足以支撑起世界，却能足够温暖坚强。每当趴在他的背上，我们就会恍然地发现，哦，原来自己就是全世界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。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